惊悚降临，我成了恐怖游戏里的见习红娘。前一秒我还在为完不成任务发愁，下一秒我爬到诡异床上，宝贝和我在一起也不错。弹幕炸了，不是姐们，你真是饿了什么都吃。恐怖游戏降临，我意外被系统选中进入惊悚副本。熟悉的系统声音响起，恭喜玩家夏温温被系统选中进入游戏副本惊悚公寓。副本难度 SS 级，人数3人。温馨提示：一周内玩家若未完成指定任务，就会死翘翘哦。我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就身处公寓里，手上也出现了一圈钥匙。系统：玩家夏温温，身份：见习红娘，任务：牵线3对诡异。我指着天大叫：系统，你故意的是不是？我牡丹20年，你叫我当红娘？我刚喊完，外面的天就轰隆一声，闪过一道惊雷，紧接着走廊里的灯开始忽明忽暗。我急忙查看手上的钥匙，找到了标有红娘标记的那把。这里看起来不安全啊，我得先回房间好好计划一番。很快，我到了404号房间门口，钥匙入孔，扭动，推门。我面前站着个缝着嘴的诡异。弹幕啊哈，妈妈，怎么红娘屋里也有诡异？夏温温不会开局落地成盒吧？这不是3人本吗？其他人呢？这个副本看上去3人都完成任务才能通关，我看其他2个人直播间里的任务都很简单，就夏温温的最难。温姐，跑啊！别呆站着！我径直从缝嘴诡异身边走过，在屋子里翻找着东西。缝嘴诡异跟在我屁股后面寸步不离，一直用手比划着什么。我转过身，拍拍胸脯，包在我身上。弹幕猛了，夏温温能看懂手语？什么？不可能吧？他能懂这么多？哇！诡异跟在我屁股后面，我肯定要吓死了。快看，夏温温一直翻东西不理诡异，诡异要发怒了。不知道为什么正找着东西，我突然觉得这个房间有点冷。诡异怒目圆睁，猛然闪到我面前，歪头，眼里尽是杀意。我欣喜道：嘿，你看，我找到了个小刀片。趁诡异不备，我眼疾手快划开了他嘴角的线。诡异一张嘴，死，线全部开了。诡异又疑惑地拉出线条，人家能说话了，人家能说话了。新来的红娘，你是神医吗？我瞬间骄傲起来，嘿嘿，谬赞谬赞。弹幕，我乐个逗。夏温温是在找弄开线的东西啊，我还以为她单纯呆呢。温姐加油，我看好你。哼，之前通关她肯定是运气，这次就不一定。这个诡异本来就不咋厉害。楼上的，你行你上。诡异说个不停，咱们楼里终于来红娘了，人家家里催婚催得紧，你快帮帮人家吧。人家不要丑的，其他都无所谓。我坐了下来，从抽屉里掏出笔纸，你今年多大了？叫什么？这个我必须搞清楚，未成年可不能给你相亲。诡异捂着脸，哎呀，讨厌啦，人家今年刚满18岁，叫人家小梦就可以啦。我才写下小梦2个字，他就拉我走了出去。小梦明明看上去弱不禁风的样子，但他现在拉我，我却正脱不开。我被小梦拖着，在楼道里哭喊，哎呦，快来鬼呀！有诡异在欺负红娘啊！弹幕，夏温温几乎被拖着走啊！救命！我不敢看了，这诡异拉夏温温干啥子哦？呵呵，肯定是夏温温惹怒诡异了，等死吧他！小梦停在408门口，示意我晋升。嘘，他指了房间里面，你看，408的门有个小缝，从缝里看进去，能看到有个背后长满触手的诡异。小梦，红娘，人家从小就喜欢他，但他好像不喜欢人家，你能帮帮人家吗？这触手怪身上都在流粘液，能让小梦喜欢这么久，难道因为有着绝世容颜？我应道，好好好，交给本红娘。我立马推门进去，触手怪正在专心打游戏，我在他背后道，打得不错呀，兄弟，这波1换3，简直绝了。触手怪转头，我立马别过脸，掐着脖子干那个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吃的有点多了哦。我是真的没想到小梦的口味这么重。弹幕那边全在笑话我，哈哈哈，笑容脸，夏温温不会以为那诡异是个帅哥吧？这个诡异很凶残的。夏温温主动进去，不要命了。小梦呢？怎么不见了？小梦好像丢下夏温温跑了。触手怪貌似因为我打扰他打游戏有些生气，触手都开始活跃起来。弹幕呀，这触手好恶心。我有点担心夏温温会不会被这么多触手拍扁。眼看着许多触手都向我伸过来，我自信地打了个响指，小梦过来。没有回应。我又打了一个响指，小梦。有点汗流浃背了，我在看身后，小梦早就不见了身影。我去，我给你俩相亲，你跑了是吧？我咽了下口水，触手缠住了我，我反抗着，触手却越缠越紧。弹幕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夏温温不会连一对诡异都牵不成功就记了吧？这么随意的相亲，看来他说一直牡丹是真的。哎，我还期待他能通关呢。触手怪那张死鱼脸向我凑近，他在我耳边道，你认识小梦吗？咦，有情况？我疯狂点头，对呀，我和小梦是好姐妹呢。
我这次来就是给你俩牵线的呢。触手怪脸红起来，我的脸也红起来。我说话开始吃力，哥，你快勒死我了。触手全部松开，不好意思，我一紧张就这样。这死鱼脸还是个口吃。我下意识接着他的话道，没死就好。看来我很快就要牵成一对了。我心直口快道，你喜欢小梦吗？触手怪，不，门口传来一阵脚步声。糟了，原来小梦没走，只是在门口偷听。不是一般的喜欢。这时候触手怪才说完话。我叹了口气，你气煞我也。弹幕，这个诡异怎么回事？这口吃不是陡增难度吗？哇，这诡异能不能直接说喜欢啊？这样子夏温温多久才能牵成一对啊？这任务太难了，我感觉夏温温这下要通关的话很悬了。我快速追了出去，怎么也找不到小梦的身影。我拿出钥匙，还好钥匙上面有写每个人的房间在哪。小梦藏在被窝里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愁啊！我突然灵光一闪，呀，和我在一起不一样也是牵线吗？我爬到小梦床上，压着嗓子道，宝贝，和我在一起也不错。弹幕炸了，不是姐们，你真是饿了什么都吃。温杰尼，这我是真佩服夏温温。小梦可是诡异呀，满身都是线缝的呀，明明很吓人啊。小梦从被窝里出来看我，可是红娘，人家不是同，人家还是更喜欢触手哥哥啦。我拍拍自己的额头，小梦啊，我拿命和你玩，你却只想着泡一条鱼啊，错付了。想着，我的眼里流出2行泪水。这都快过去1天了，我进展还这么慢，不会真折在这个副本里吧？弹幕，夏温温看上去怎么好像要放弃了？我看其他2个队友的任务第1天都做得差不多了呀。夏温温这里确实太慢了啊！我温姐不会要拖后腿了吧？要是她这边不尽快完成任务，时间一到，3个人不就都记了？快点行动起来，夏温温！我正暗自伤感，门口有粘液渗进来，是触手怪来了。我和小梦一起到房间门口，小梦打开门，触手怪，小梦。小梦委屈道，既然哥哥不喜欢人家也不喜欢哥哥你啦。触手怪所有触手动起来，小梦的眼里逐渐有光。我靠！我今天离开触手怪房间，随口提了一嘴，要是想和小梦在一起，我建议他还是学习手语吧。学这么快呀？手多就是不一样。小梦也开始打手语，我一脸茫然看着他们，一个动作都看不懂。过了几分钟，小梦激动地跺脚，谢谢红娘。谢谢红娘。触手哥哥说他很喜欢人家了，以前都是误会了。我惊讶道，他这么多手同时打不同手语动作，你竟然能看清？是呢。我捂着嘴后退几步，感动得热泪盈眶，太好了，你们绝对是天作之合。弹幕，夏温温不至于激动到哭吧？以我对夏温温的了解，她一定在演。哦吼，那夏温温岂不是要牵成一对喽？触手怪打手语的时候，粘液快要溅我一脸。为了迎合气氛，我继续后退。恭喜你们，身为红娘，看到你们这样，我真的很感动，心里也暖暖的。小梦和触手怪一起对我鞠躬感谢我，我也礼貌回了他们。很快，系统提示我，恭喜玩家夏温温成功牵线一对诡异，获得奖励审判之手。我问系统，这什么玩意儿？系统，嘻嘻，到时候宿主就知道了哦。我咬牙切齿，快点告诉我呀！你一个系统怎么还玩吊人胃口这套啊？系统，必要时候宿主就明白了哦。行，这么搞我是吧？好，你要这么搞，我也毫无办法呢。我没有意识到，在小梦房间已经待了很久，外面天已经黑了。我要离开时，小梦拉着我的胳膊，危险，别出去。红娘，你帮了人家不能看你就这样出去，不介意的话，今晚和人家住吧。触手哥哥一会就回去。这次我是真的感动的流泪，好鬼一生平安。我正在小梦家里清洗着脸上的粘液，外面就传来阵阵哭泣声。弹幕激动万分，这个声音是那个很恐怖的诡异。我在别的直播间看有人晚上出去，直接就嘎了呀。小梦真好啊，但我听说外面那诡异很重要啊，不出去真的可以吗？等睡觉时，小梦关切地询问我是否需要耳塞，我摇头，表演了个3秒入睡。小梦，红娘好溜。一觉起来，我回到404房间，制作起了小卡片，将抽屉里能用的纸裁剪成小的长方形，然后在上面宣传自己：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用夏温温牌红娘。我揣了一口袋的小卡片，从1楼开始，偷偷插在每户人家的门把手上。弹幕：夏温温怎么一脸做贼的样子？他在干嘛？在宣传小广告吗？温姐脑洞666，我家门口就老是有小广告，要是被我逮到谁干的，我一定揍他丫的。当我插到206时，没走2步就被人挡住了去路。我仔细看去，是个穿着粉色围裙、很壮实的男性诡异。诡异的瞳孔全是黑色。我挤出服务性微笑：你好。好字后面的话还没来得及说，围裙诡异一脚把我踢到了206里面。我吃痛摸着肚子，big 胆，我可是红娘。
找的就是红娘。我小声道，那个，咱俩有仇。围裙诡异冷哼一声，直接把我绑在了一把酷似狂欢之椅的座椅上。我的心跳个不停，这家伙不会放飞我吧？弹幕，这椅子有点眼熟，这个诡异我知道。喜欢做饭，就是不知道食材哪来的。夏温温不会要背啊！我不敢想了。我好像看见血了，我晕血，好可恕！我在座椅上念叨着，求求不要放飞我，求求不要放飞我！围裙诡异在厨房拿起菜刀开始剁肉，剁肉的声音吓得我一愣一愣。我看向厨房，有血啪嗒啪嗒的落在地上。不会吧？我到底哪里招惹这个诡异了？我怎么丝毫没有印象？我观察着诡异房间里的构造，每件物品都是双人的，但奇怪的是我被绑这么久了，怎么不见这间屋子里的女主人在哪？我轻轻挪动椅子想逃出去，系统及时出现，宿主，这对夫妻感情破裂，如果你能让他们复合，也算牵线一对诡异哦。什么？我都要逃了你才告诉我？你怎么不等我死了再说？我又悄咪咪把椅子挪回原位，对着厨房大喊，嗨，我是红娘，我有办法帮你们夫妻复合。围裙诡异用力把刀甩在案板上，冲出来朝我龇牙，红娘就是个屁，我和我老婆就是背上一个红娘搞黄的，你要是再多说一句，我就缝上你的嘴。我抿嘴点头，浑身上下都在表示明白。原来是这样，但上一个红娘留的烂摊子为什么要我收拾？还有没有天理了？而且这个诡异看样子真有可能会缝我的嘴。我看着天花板发呆，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。弹幕，夏温温是在摆烂吗？哈哈，夏温温的好运要用光喽，被这个诡异绑住，生死难料啊！夏温温，别放弃啊，振作起来！我替夏温温捏把汗了，既然不能说话，并且现在只是绑着我，那就说明目前没有嘎我的想法，安全。没过一会，我打起了呼噜。弹幕惊呆啊！哈，咦，不是，这么危险的时候，这姐能睡着啊？我怎么觉得夏温温这个呼噜声像我家乌萨奇宝宝？夏温温是不是太累了？老子心疼她。我正美滋滋做着通关的好梦，哐当一声巨响惊醒了我。再看向围裙诡异，他在饭桌旁喝完酒，摔碎了酒瓶。哟，买醉呢，有意思。我发现此时外面已经漆黑一片，不行，看来今晚必须留在这里才好。我的困意又来，外面的哭声若隐若现。围裙诡异听了这声也开始哭。大哥，你这是咒骂呀？他起身到我这里，解开了绑我的绳子。我一屁股坐地上，想开了，想放我走了。我屁股坐麻了，走不了了。围裙诡异瞪大眼睛看我，打开门后对着门口一脚把我踢了出去。你们这些红娘，该死！这一脚比之前那脚疼多了。我好不容易爬起，又猛然察觉到哭声离我越来越近。弹幕，这下是真完了。这个穿着围裙的诡异也太恶毒了，竟然专挑晚上丢温温出去，这不是让温温去送死吗？这下咋办啊？温温现在看上去受伤了呀，估计也跑不快了呀。诡异来了，诡异来了！好啊，绑我这么久，果然没憋好屁。我左看右看，明明哭声感觉就在我身边，却看不见诡异的踪影。我向前走2步，哭声也随我上前；我向后退2步，哭声也随我后退。奇怪，在哪呢？弹幕，夏温温，快点拿出你100米冲刺的速度，冲进你的房间啊！冲进小梦房间也可以。温温，看头顶，看头顶。夏温温蠢死了，抬一下头不行吗？我有点不敢看了，这诡异长得好吓人，我祝夏温温好运吧。哭声越来越刺耳难听，我捂着耳朵也开始哭。好啊，比哭是吧？我闭眼哭得撕心裂肺，鼻涕都流出来。感觉到有诡异靠近后，我微微睁一只眼看见了一个一身红衣的诡异，面部扭曲，不断流着血泪。红衣诡异被我的哭声震撼到了，他愣了一会儿，开口问我，红娘，难道你也是被那个男人抛弃了以后无地可去吗？我一听哭得更来劲了，对呀，我还被他踹了2脚呢。我扶起衣服啜泣道，你看，我的肚子上有个红色的脚印。红衣诡异看我身上的伤后，表情扭曲得更厉害了。他又继续压着怒意问我，他就是这么对你的？我看着红衣诡异的表情是我见犹怜啊，姐姐，你不知道那个男人太渣了，说喜欢我，我去找他，他又反不认账了，说来说去倒是妹妹的不是了。红衣诡异握拳，好啊好啊，付我一个还不够，还要欺负别人？走！我啊，去哪？找他算账？我吸溜着鼻涕，谢姐姐替我做主。弹幕一如既往的是满屏问号。秋豆麻袋，脑子有点转不过来了。夏温温这演技绝了，哭得好像真被男人伤过一样，还能这样？别人直播间里这个诡异直接就是哭声攻击啊，有人耳膜都被震碎了。我的眼角还挂着泪，红衣诡异直接带我进了206。围裙诡异看见红衣诡异后，惊喜地从地上爬起，老婆，你终于愿意回来了。红衣诡异摊手要，围裙诡异火速从柜子里拿了个白瓶出来，红衣诡异把药随手一扔，我刚好接住。围裙诡异看见我后转变表情，你给我滚出去！我抓着红衣诡异的衣角，姐姐，怕怕。红衣诡异按着我的肩膀，叫我先去卧室待着，
我乖乖去了。一到卧室，我就赶紧抓了把瓜子贴在卧室门上听墙角。我正嗑着瓜子，又觉得哪里不对。不是，这里为什么会有瓜子？算了，不管了，听八卦要紧。我以为外面会是争吵声，没想到他们直接打起来了。好一阵红衣诡异才放我出来。围裙诡异脸上都是被抓伤的痕迹，他委屈道：“难道你就没错吗？”红衣诡异对着我道：“坐。”我被他的气势震到，没有思索就坐了下来。他们坐到我面前，异口同声：“红娘，你评评理，不是来给我出气的吗？”我哪懂这些啊？弹幕打得好激烈呀！我和我老公就这样打架，好刺激，好刺激呀！你们说他们要夏温温评理，要是夏温温评错了会怎么样？会不会被夫妻混合双打？我第一次给诡异评理，紧张的腿一直抖，说话也不利索了。那从红衣姐姐开始吧，女士优先哈。红衣诡异，我那个时候肚子大了，他说我肚子大了住家里不方便，叫我回娘家住。他还是男人吗？想自己一个人住的舒服，嫌我麻烦呗。红衣诡异话音刚落，我的手不受控制的给了围裙诡异一个大逼兜。围裙诡异捂着脸猛逼道：“谁打我？”我也在心里对着系统喊：“我去，怎么回事？系统，你给我出来，你给我出来！”系统出现，宿主，这就是审判之手哦。那你，我是谁？我敢打诡异，这不是要我小命吗？我假装看别的地方，看飞碟。弹幕：夏温温这手是无影手吗？出手太快了，我都看不清啊。要不是我站在上帝视角，我估计真不知道哪来的巴掌。这技能牛啊牛啊！温姐，继续，我喜欢看。夏温温在看什么飞碟呀？诡异根本不理他，哈哈。红衣诡异双手插兜，别装了，哪有人打你？围裙诡异靠近了红衣诡异一点，老婆，有鬼啊！我轻轻咳了一声，好了好了，现在反方发言，也就是穿围裙这个。围裙诡异不是那样的，都怪上一届红娘，我本来只是和我老婆冷战，我找她帮我给老婆传话。我明明说的是，老婆月份大了，不好走楼梯，住在那边方便点，我也会去照顾她的。谁知道那红娘那样传话，我的手又不受控制，给了围裙诡异一个大逼兜。围裙诡异这次很肯定地看向他老婆，老婆，这次你应该看见了吧？真有鬼啊！咱家闹鬼了！红衣诡异大吼：“你神经病啊！你自己就是鬼！”对哦，谁打我？赶紧给我滚出来！我悄声问红衣诡异：“姐姐，他脑子没问题吧？”红衣诡异摇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可能受什么刺激了吧。”我继续清嗓子：“反方，请问你找的那个红娘是男是女？”男的。这种传话的男的我还真见过，这不纯搅屎棍吗？红衣诡异又道：“他还莫名其妙让我小心点，害我晚上睡觉都不敢闭眼。这是一个老公该说的话吗？”围裙诡异接话：“不对，我明明说的是最近外面下雪，你出去玩的时候小心点，别滑着。谁知道那红娘传话说的是让你最近小心点啊？”我肯定道：“这还真冤枉你了。”围裙诡异：“算你这个红娘明事理，知道不是我的错就好。”我的手又给了他一个大逼斗。弹幕：这夏温温的手怎么不分青红皂白打人啊？这样不好吧？哈哈哈哈，笑死我了。围裙诡异有点可怜了，他一个诡异说有鬼，哈哈哈。围裙诡异直接崩溃了，他嘶吼道：“谁？到底是谁？啊！老婆，有鬼啊！姐姐，要不你抽空带他看看病吧，感觉病得有点严重了。”红衣诡异皱眉：“行吧，可能真是我误会他了，他才被逼得快成神经病了。”我站起来甩头发的同时甩出来2滴泪：“姐姐，那你们凑合过吧，他这样除了我也没人会管了。”围裙诡异听到凑合过3个字，立马跑到卧室：“老婆，我好不容易托人带了你最爱吃的瓜子，我珍藏好久呢，我去给你找找。”很快，围裙诡异又崩溃道：“我瓜子呢？我珍藏的瓜子呢？”围裙诡异用中指指我：“是不是你？就你刚刚进这屋了？”他浑身青筋暴起，感觉又要再踹我一脚。呀，你不问我不说，你一问我什么？我不造啊！别随便污蔑好人。我不经意间把口袋里的瓜子皮塞得更里面了。姐姐，她真的病了，连记性都不好了。红衣诡异抓着围裙诡异的耳朵：“我不在这么久，竟然成傻子了。走，出去看病。”我挥手和他们告别。至于为什么这手只打围裙诡异，可能是他本来就错得离谱吧。明明自己有嘴，也不是结巴，为何还要不靠谱的人传话？终于，系统出现，恭喜玩家夏温温成功牵线一对诡异，获得奖励透视卡。我的手上出现一张透明带黑边的卡片。弹幕：温姐进度可以呀。黑子说话：“加油啊，夏温温，只剩最后一对就能通关了。这个透视卡看起来很厉害耶。”我问系统 ：“What's this？” 宿主：“因为你现在复合的这对诡异难度很大，所以透视卡这个奖励很不错哦，可以帮助宿主看见诡异的真心，帮助宿主更快通关哦。”弹幕都在恭喜我，
我却暗自吐槽，这公寓这么多层，诡异也很多。要是一时半会大家都没有喜欢的诡异，那我得看到猴年马月呀。弹幕立马转变，温姐说的有道理呀，这好像是一个问题。要是一层楼诡异都没有喜欢的人，不就是白白浪费时间吗？相信夏姐。为了尽快完成任务，我翻遍了屋里，终于找到了个喇叭。我录入了自己的声音，开始拿着钥匙逐层住户播放。查真心喽，查真心喽。第一户，我丁克。第二户，滚蛋。这年头谁结婚？老娘一个人自立自强，简直不要太爽。第28户，谈不起，没钱。第29户，谈了就要老娘生孩子，不生，不谈。第46户，我一查真心，真爱就是自己。等到最高层，我已经累得开始阴暗的爬行。弹幕，救命！感觉夏温温快被累死了。温姐躺着不动了。你们没人注意到温姐现在到 BOSS 在的楼层了吗？我去，你不说我都忘了。这个副本介绍过 BOSS 在最高层，但有一点好的是，这个任务可以不接触 BOSS 就完成的。可夏温温已经被逼得到这一层了。温姐，我就不聊你了，自求多福吧姐。我躺在走廊里歇息时，一睁眼，一个长得很像人类但额头有2个小角的诡异看着我。我用透视卡看了他的心，我越看越不对，最后快要贴到他的胸口，抬头困惑道：你好，你心里这个诡异怎么越看越像我？我立马弹射起来，查看了手上的钥匙。你叫小鱼是吧？诡异点头。我平静道：所以那个你喜欢我？我自以为说话语气没有变化。弹幕早就爆了，温姐这下不会装了，哈哈。他脸都红成猴屁股了。这么帅的诡异喜欢我，我也会脸红的。我惊掉下巴了。这不 boss 吗？温姐牛啊！透视卡看见 boss 心里是温姐呀。牛牛牛牛！黑子说话说话。这下温姐真的稳了。她和 boss 谈不就通关了。小鱼和我有一句没一句的搭话，你是新来的红娘吧？对，刚来没几天。我记得新来的红娘貌似都有业绩吧？你完成的怎么样了？我得意道，我可厉害了。要牵成3对诡异，我已经成功牵成2对了。小鱼停下了脚步，他看我的眼神里有些伤感。那就好。他下一句说得很小声，可我还是听见了。看来你很快就能完成业绩了呢。我头抬得老高，没错，只要你和我在一起，我就完成业绩了。我说完后才意识到自己说出了什么啊，不好意思，是我太着急了。如果你不愿意，我会想其他办法的。愿意？什么？我愿意。我感到不可思议，真的吗？可你为什么愿意？或者说为什么你心里那个人是我？弹幕，哇靠，温姐结巴了，哈哈哈哈哈！我要磕下温和 boss 了。可是这很奇怪呀 ，boss 直接就喜欢温姐了，不能吧？小鱼突然摸了我的头。我记得公寓里的每一任红娘都很好，她们努力复合诡异们破碎的感情，所以我就在想，要是碰见了哪个红娘，我想帮帮她。很巧，遇见了你。我拍掌，原来是这样，那你真是个好诡异。小鱼笑了，所以和我约会吧。我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，毕竟我的心里都是你了，你的心里却空空的，这样可不算完成业绩。我鞠躬，好的，我会努力对你心动的，非常感谢你的帮助。弹幕，我温姐很爱鞠躬啊，希望夏温温顺利点，早点通关是真的很厉害，因为有一队人完成任务，惊悚公寓会直接消失啊，那样会就很多人啊。和诡异约会真的不会有危险吗？要是这 boss 是骗夏温温的怎么办？我回到房间就来回走动。约会？怎么约会？要是我心动不了怎么办？我深呼吸，给自己打气，加油！夏温温，不就是心动吗？你可以的。下一秒，我尖叫起来，啊！我真的不懂什么心动啊！弹幕 ，OK 啊，已经习惯看温姐发疯了，笑死我了，夏温温。我和小鱼约定，第2天早上10点开始约会，只能在最高层。他说他离不开那层。我心想 ，boss 在最高层，小鱼应该不是 boss 吧？不可能，一层楼那么多诡异，哪会那么碰巧？对。放松，别乱想了，夏温温。就这样，我总控制不住想这想那，一晚上都没闭眼，我竟然失眠了。等我去见小鱼时，顶着2个黑眼圈。小鱼想帮我看下眼睛，我不自觉推开他，不用了，第2天就会消下去了。我又开始后悔，我在装什么呀？小鱼那么帅，我推他干什么？小鱼有点委屈，我找补到，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还没有进入状态，我转身骂自己真不是人。一下就看见了脚下的甲壳虫，我边跑边喊，一下就跳了起来，脚却没有落地。再看，小鱼接住了我。弹幕，夏温温这演技绝了，演的，绝对是演的。温姐那么大胆，能怕一个甲虫？笑话，呀，我得向夏温温学学呀！一见面就被帅哥公主抱了。小鱼放我下来时，我心跳个不停。这么近距离接触，更让我看清了他帅气的脸，我这心怎么停不下来？小鱼，
系统声音突然出现，恭喜玩家夏温温成功牵线3对诡异，任务完成，成功通关。游戏奖励：白色药品1瓶，喇叭1个，红线1条。您将在10秒后传送离开。小鱼一直看着我，夏温温，我们已经被系统认可了，答应和我在一起，可不能轻易忘记我。我对小鱼淡舌 wink， 小鱼，我不会忘记你的，因为你真的是很好的诡异，你算是救了很多我的同族呢。小鱼微笑，你开心就好。弹幕：黑屏了，黑屏了，温姐通关了。我去，我就知道这诡异这么帅，夏温温根本把持不住。牛逼啊，夏温温，这个红娘任务真的很难啊，我要粉上夏温温了。黑子说话，恭迎温姐回归。我的身体逐渐消失，一道强光出现在我面前，我被刺得睁不开眼。出来后，我身处异常事件调查局里。女博士还没说话，我就伸手，博士，你看外面的天在变蓝，这多亏了我。女博士给我翻了个白眼，你呀？异常事件调查局里其他2个队友也出来了。我好奇他们的任务，喂，你俩的任务是啥呀？完成的很快吗？都能追上我的速度了。队友1，扶100个诡异奶奶过马路。队友2，给100个诡异小孩送温暖。等等，为什么我的任务是牵线3对诡异啊？不公平啊！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知道我有多累吗？我差点累死在走廊了呀！女博士打断了我，夏温温，之前答应恢复你失去的记忆，但因为惊悚游戏突然出现，所以没来得及传送记忆给你。成为异常事件调查局的成员，就要接受惊悚游戏，努力通关，然后让其消失，防止更多的人再被惊悚选中。而女博士告诉过我，我曾经进入过惊悚游戏，为了防止游戏经历影响我的正常生活，所以调查局清除了我的那次记忆。对呀，博士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这事。女博士叫我躺在一个很大的仪器里，仪器启动，一大段记忆涌入我的脑海里。我看见在我上高中时曾经进入过一次惊悚游戏，那时爸爸病得厉害，血吐个不停，我总是郁郁寡欢，所以进入游戏后我很怕自己会死，怕自己死了后没人再照顾爸爸。我遇到了一个男孩，男孩被诡异欺负，他说他太弱小了，诡异们就喜欢欺负弱小。我觉得他和我太像，都弱小不堪。我开始故作坚强，整日去找那个诡异男孩，救赎别人，也许就是在救赎自己。我说他生的真是好看，和其他诡异完全不一样。他只知道赶我走，好看有什么用？我非要捏他脸，有用，我就喜欢好看的。你这么小就如此好看，以后指不定迷倒多少诡异呢。渐渐的，男孩不再排斥我，他告诉我，总有一天他会成为 boss， 让所有诡异惧怕他。我和他拉钩了就要做到哦。成为 boss， 可别忘了我呀。我还指望你保护我呢。我成了 boss 就能保护你吗？当然啊，那是一个多人本，最后打 boss 时，队友嫌我没用，想直接拿我引诱 boss。我被队友吊在半空，绝望时是小男孩救了我。我的泪流个不停，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。我已经没有力气站起。小男孩就这样被队友打了个半死，好在他们还是打赢了团战。离开游戏时，小男孩静静看着我消失，他冲我大喊，你骗我，你明明说过会一直陪我，你说你不会离开的，为什么只有7天？我不敢说话，那是我为了鼓励他说的谎言。他继续看着我，夏温温，你走了，我保护谁？我还是回应了他，保护你自己。于彻，加油，说不定哪天我就又倒霉进来游戏了，说不定真的还会再见。仪器停止运行。于彻，小鱼，原来是他。天哪，我那个时候竟然骗了小孩，我真该死啊！明明几年前我进游戏的时候他那么小，怎么现在跟成年了一样？诡异长这么快吗？女博士递给我杯水，都想起来了。我点头。